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新作《蜀锦人家》海外热播，在先追剧热潮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一个电视剧的成功与否，往往不仅仅取决于演员的颜值、剧情的跌宕起伏，还与它所携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播息息相关。《蜀锦人家》这部剧，正如一朵盛开的花朵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海外观众的目光，让人们不禁思考，这样的文化输出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和逻辑？当我们谈论谭松韵这位女演员时，不能不说她那种在年轻一代中独树一帜的魅力。如今，她凭借在《蜀锦人家》中的出色表现，凭空在海外掀起了一股热潮。这不仅仅是她个人事业的再次腾飞，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绽放的最佳案例。剧中框架构建、人物塑造无不蕴含着深厚的四川文化底蕴。这种深刻的文化渗透，恰好让海外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立体的理解。蜀锦作为中国传统工艺中的一绝，不仅在国内备受青睐，更在国际间拥有一席之地。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，非遗文化在各国文化交流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蜀锦的精美与复杂的技艺，使得这部剧成为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。这正是《蜀锦人家》吸引观众的核心之一。在这样一个文化符号的背后，满满都是中国人的情怀、记忆与传承。而剧中所展现的浣花溪那股自由奔放的辣娘子形象，正是四川女性的真实写照。她们勇敢、独立，面对生活充满挑战时，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无限期盼。这种特质在海外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，他们不仅被新颖的剧本吸引，更被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所打动。谭松韵用她独特的魅力，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，让观众在屏幕前忍不住为角色欢呼。观众的反馈如潮水般涌来，海外观众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追剧体验，还提出了对四川非遗文化的赞誉与渴求。这其中可见一斑，许多人在观看的过程中对蜀锦的制作工艺、四川的地方生活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这股追剧热潮中，文化的交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着。文化在此时不再是简单的符号，而是通过影视作品成为人们相互理解的桥梁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，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传递信息，更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碰撞。当风俗习惯、生活方式穿越国界，走入他人的视野，文化便发现了它更广泛的可能性。蜀锦人家正是一扇窗口，让全球观众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。谭松韵的演艺之路并不平坦，她凭借多部热剧积累的经验与观众缘分，形成了她特有的演绎风格。这一次，她不仅是回馈观众的期待，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契机。通过角色与观众的心灵对话，谭松韵在剧中所展现的情感深度，引领观众发现了角色背后的动人故事。在探讨蜀锦人家背后的文化潜力时，我们也应当思考如何借助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，更广泛地传播中华文化。未来，随着更多中国原创剧集的诞生，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各种途径走向世界，成为格局广阔的文化传播象征。当有一天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坐在一起，聚焦于中国的传统故事，品味着蜀锦的工艺与文化时，那一刻的共鸣，正是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愿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愈加精彩，也期待谭松韵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。从蜀锦人家的热播看中国文化传播。2. 蜀锦人家火遍全网，郑业成打戏封神，和谭松韵的甜蜜互动让人上头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
一部好的电视剧总能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而《蜀锦人家》无疑是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佳作之一。它不仅以精美的服饰、细腻的演技和扣人心弦的剧情吸引了无数观众，更在见面会上展现了演员们之间温馨又逗趣的互动，让人不禁感叹蜀锦人家的女孩子们友谊好美好。谭松韵和陈小云一开场就互让 C 位，这一幕简直是友谊的小船升级成了巨轮的典范。谭松韵与陈小云 C 位的谦让是友情的见证。见面会一开始，谭松韵和陈小云就上演了一场 C 位争夺战，但这场争夺却充满了温馨与谦让。只见谭松韵微笑着伸手邀请陈小云站在中间，而陈小云则羞涩地连连摆手，一直往后躲，仿佛在说：“你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。”这一幕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两位女演员的谦逊与礼貌，更让人感受到了她们之间深厚的友谊，不禁让人想问：这样的友情在娱乐圈里是不是太少见了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。郑业成，皮鞋舞剑，大侠风范依旧。如果说谭松韵和陈小云的友谊让人温暖，那么郑业成的打戏则让人热血沸腾。在见面会上，他现场舞剑，每一个动作都流畅而有力，仿佛真的化身成了古装剧中的大侠。尤其是当剑飞出去的那一刻，全场屏息，紧接着是他行云流水般的转身，动作之完美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要知道，他可是穿着皮鞋在表演的，这样的难度下还能如此出色，实属不易。郑业成的这份敬业与才华，怎能不让人佩服？京超与郑业成，花式俯卧撑，默契炫技。如果说郑业成的舞剑是视觉上的盛宴，那么他和京超的花式俯卧撑则是力量与默契的双重展现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动作同步，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较量。这样的炫技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，更让我们看到了演员们私下里的另一面，他们不仅是荧幕上的英雄，更是生活中的强者。这样的友谊与默契，是不是比任何台词都要来得更加动人呢？王艺诺壁咚谭松韵，反被撩到脸红。如果说前面的互动都是硬菜，那么王艺诺和谭松韵的这段小插曲就是见面会上的甜点。王艺诺看似霸气地壁咚了谭松韵，结果却被谭松韵的反撩技能整得满脸通红。这一幕不仅让观众捧腹大笑，更让我们看到了女孩子之间友谊的另一种可能，她们可以互相支持，也可以互相调侃，这样的友谊怎能不让人羡慕郑业成，扇子功夫，戏里戏外皆精彩。郑业成不仅在打戏上表现出色，他的扇子功夫也是一绝。在见面会上，他又一次秀出了自己的才艺，将戏里的扇子转到了戏外，每一个旋转，每一个停顿，都透露出他对这项技能的熟练掌握。不难看出，他在背后一定下了不少功夫练习。这样的郑业成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多才多艺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。郑业成的松弛感，初雪的理解让人笑翻。郑业成在见面会上还展现了自己超绝的松弛感。当被问及对初雪的理解时，他给出的答案既幽默又接地气，引得全场笑声连连。这样的他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风趣幽默的一面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演员的真实与可爱。杨静兰与季英英，宠妻狂魔的甜蜜瞬间。在蜀锦人家中，杨静兰对季英英的宠爱让人羡慕不已，而在见面会上，这一幕也得到了完美的还原。当季英英由谭松韵饰演假装生气踹了杨静兰由某演员饰演一脚时，杨静兰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露出了宠溺的笑容。这一幕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甜蜜与默契，
更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，相互包容，相互理解。8. 谭松韵，金色吊带长裙，甜妹天花板。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谭松韵在见面会上的造型，一身金色吊带长裙，将她甜美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。她的笑容仿佛能治愈一切烦恼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这样的谭松韵，无疑是演员里的甜妹天花板，让人无法抗拒。结语：蜀锦人家不仅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，更是一次演员们之间友谊与才华的盛宴。在见面会上，我们看到了谭松韵、陈晓云、郑业成等演员的温馨互动与精彩表现，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。这样的作品，这样的演员，怎能不让人喜欢？